真的是鲜血吗？叶凡与姬子月都不禁产生这样的疑虑。鲜红的血液在铜壁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仙字，高达9米左右，绽放着绚烂的光芒。姬子月灵动的双眼闪烁着好奇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。血字给予叶凡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他静心感受，希望能够发现其中的奥秘。大殿内一片混沌，阴阳之气交织，那巨大的仙字散发出难以言喻的韵味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陷入了恍惚之中，仿佛触摸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境界。前方景象逐渐变得朦胧，如梦幻般不真实，天地间出现了生生不息的轮回，神秘而又瑰丽。大道清虚，充满空灵和无常的变化，永恒而不寂灭。各种神秘的景象展现出来，让人既陶醉又茫然，仿佛陷入了一种迷离的状态。两人伸手试图抓住那些莫名其妙的足迹。有名，是万物的母亲，天地有形位，阴阳相合，孕育万物，创造生灵。无名，是天地的起源，虚无中出现，如同一缕游丝，看不到形迹，永不衰败，是天地的本源。仿佛有一种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，引导着人们向前，开启探索天地本源的奇妙之门。这种诱惑宛如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使得两人不由自主地迈动脚步，虔诚而又被引导，缓缓前行。此刻，他们眼中的景象变得奇幻，泉水涌动，金莲降临，鸾凤翩翩，五彩斑斓的光辉交织，祥瑞凌空。突然间，叶凡的金色苦海波涛汹涌，雷电交织，他的身体仿佛被黄金铸成一片炽烈之色。所有的祥瑞在这一刻都变得模糊，四周一片迷雾。他感觉自己仿佛站在深渊边缘，随时都可能坠入地狱，浑身冰寒，冷汗涔涔。迷雾散去后，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那面铜壁前，离那个以鲜血烙印的仙字只有几步之遥，即将触摸到。姬子月也是如此，肉体恢复了自由，面上露出祥和之色，仿佛陶醉在一种奇妙的境地，一步一步向前走去。然而，前方的景象变得模糊，让人感觉不真实，充满了恐怖和可怕的气息。两人伸手试图向前抓去，却似乎无法触及到那神秘的轨迹。这时，两人心头一震，冷汗涌出，险些跨入死亡的边缘。刚才的大道天音怎么会突然消失了？眼前再也没有了仙的气息。姬子月困惑不解。叶凡心中凛然，原本以为可以探索到无尽的奥秘，却发现最终陷入了死亡的边缘。大道天音如此虚幻，如此缥缈，变得不再真实。此刻，姬子月的身体也散发出霞光，洁白如玉，散发着微光。他止住了前行的步伐，显得迷茫无比。咚！叶凡的金色苦海中，绿铜块轻轻震动，他瞬间感觉神志清明，再次恢复过来。迷雾逐渐散去，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那里，离那个血淋淋的仙字只有几步之遥，即将触碰到。姬子月被叶凡拉了回来，两人迅速后退。当远离之后，眼前的景象终于变得清明，不再是迷蒙。然而，望去，那巨大的仙字高达9米，却变得恐怖无比，鲜血淋漓，散发着浓厚的杀气。各种祥瑞和大道天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只有恐怖和可怕。这是……两人遍体生寒，冷汗涔涔。刚刚若再前进几步，恐怕就会沦为血泊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刚才明明听到了大道天音，怎么转眼间全都消失了？眼下再也没有了仙之气象，姬子月的疑虑更甚。叶凡心中凛然，他原本想要揭开成仙的奥秘，却险些在血泊中沉沦，这才是残酷的现实。虚幻、缥缈全都消失无踪，迷雾散尽，取而代之的只有弥漫的杀机，让两人浑身冰寒。这到底预示着什么？修行的尽头是否真的是深渊，是地狱，无法成仙？姬子月陷入沉思。东荒古史中，许多强者苦苦追求成仙之际，难道这只是一条绝路吗？走到尽头将是万丈深渊，他的心中涌动着茫然之情。若成仙的机会在这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如此脆弱，那修行的希望岂非犹如梦幻？修行的道路尽头是否真的存在仙？姬子月陷入怀疑，东荒古史中那些传说中成仙的人物，是否真的跨越了那一步？或许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仙。他的心头涌起疑虑，这是否是一条戛然而止的绝路？叶凡也在思索这个问题，曾经目睹过九龙拉关，然而即便潼关内的存在强大到何种程度，也依然会死亡。大雷音寺庙荒废，传说中的佛陀早已不知所踪。佛陀是否只是一种境界，而非真正永生的仙？这让他心生疑虑，到底这个世上是否有仙，他难以理解。不管怎么说，有人能够横渡星域，那已足够，能够打开通向星空彼岸的路。他轻声自语。仙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无人能够给予明确答案，从来没有真实的证据，只有无尽的传说。东荒古籍中虽有几例成仙的记载，却似是而非，难以明了。姬子月一脸茫然，想这么多干嘛？等你到了那等境界再考虑吧。
叶凡敲了他一记，试图唤醒他。你又敲我！姬子月摸着光滑的额头，痛得泪眼汪汪，娇嗔道：“你在挑衅未来的仙人的尊严！你自己都说了，世上多半没有仙。”叶凡调侃道：“我要是成仙了，不就有仙人了吗？”姬子月将小虎牙磨得咯吱咯吱作响，自信满满的说：“再敢敲我，将来我饶不了你。”叶凡笑着捏了捏他的穷鼻，调侃道：“真是自恋，这是自信。”姬子月向后躲开，咬着牙切齿道：“你最好不要挑衅未来的仙人。”两人虽然已经退得足够远，但依然感受到那血字的可怕。玄而又玄，摒气有厚薄，得以生圣贤。一股更加深沉、神秘的波动再次传来，那血淋淋的仙字竟然开始震动，分为两半，形成一个神秘的门户，上面显化4个古老的字：众妙之门。不是绝路，成仙有望，里面一定有成仙的秘密。姬子月充满期待，然而叶凡却再次后退了几步，心中涌现出一股忌惮：未来的仙人成仙的机会就让给你了。姬子月也迟疑了，看向叶凡，两人心中都涌现出对前路的不安，担忧这或许是一条通向无尽深渊的路。突然，叶凡感应到一点特殊的气息，似乎带有湖水的腥味。在血淋淋的仙字分成两半，形成众妙之门的附近，混沌涌动，阴阳二气流转，却显得不够平衡，不断坍塌。姬子月和叶凡发现了一条通道，勇敢的冒险前行，却被众妙神音侵袭，心智受到干扰。幸好叶凡的绿铜块展现出强大的力量，解除了危机，使得两人能够继续向前。在铜殿旁边，他们发现了一道被打穿的缺口，通向青铜仙殿的外部。姬子月惊讶地发现有人竟然能够打穿青铜仙殿，而叶凡也感到震惊，这一传说似乎被打破了。两人逐步前行，穿越了坑坑洼洼的铜道，最终来到了青铜仙殿的顶上。他们看到一个人成功逃离了铜殿，对此感到难以置信。姬子月认为这个人可能有着与他们相同的想法，选择了逃避。站在铜殿上，两人发现湖水的腥味，意识到自己竟然在青铜仙殿的湖底。他们回顾了在众妙之门中的经历，虽然充满了妙地真理，但是最终他们选择了逃脱，而不是深入探索未知的背后。逃出铜殿后，两人感到有些不真实。在众妙之门，他们体验到了奇异的波动，获得了修行上的启示。叶凡与姬子月都感叹，虽然只得到了有限的信息，但这是他们唯一的收获。在湖底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玄黄之气，是祭炼器的极品圣物。姬子月兴奋地提醒叶凡收取，但由于玄黄之气的强大，叶凡陷入了困境。姬子月却提出解禁，他知道如何收取玄黄之气。紧接着，两人发现玄黄之气的源头——玄黄之根。姬子月兴奋地希望分一些，而叶凡在紧要关头释放了轮海中的绿铜块，吸取了玄黄之气，让姬子月以为是他亲自出手。然而，绿铜块吸收了部分玄黄之气后，引发了鼎的碎裂，使得玄黄之气与碎鼎混合在一起。尽管叶凡的鼎被摧毁，但姬子月认为这是好事，因为碎鼎与玄黄相融，可以重新祭炼，得到理想中的武器。最终，他们成功逃离湖底，来到郁郁葱葱的岸边。姬子月却不甘心，要求分一些玄黄精粹。两人玩笑般的谈笑着，开始了新的冒险，共同面对未知的未来。